哎呀，家人们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，今天想跟大家唠唠心里话，聊个咱们年轻人最近都感同身受的话题，那就是咱们的钱袋子到底怎么了？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，真是吓得我心头一紧，感觉整个空气都凝固了。你敢相信吗？从今年1月到4月，咱们这些18到24岁的美国年轻人啊，线上线下的消费竟然一下子就掉了13%，你没听错，不是1.3%，是实实在在的13%。想想咱们以前，那可真是购物狂欢的主力军，刷卡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搬回家。现在呢，感觉钱包里住着个貔貅，只进不出了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消费降级呗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手头没那么宽裕，或者说心里没那么踏实，花钱就得掂量着来了。以前能大手大脚的，现在都得精打细算。从精品酒吧的高脚杯变成了家里披萨趴的烤箱香气，这转变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为啥会这样呢？其实啊，这就像一场暴风雨，好几朵乌云凑在一起，就给咱们这片年轻的天空泼了盆冷水。首先是找工作，现在毕业季，好多学弟学妹都跟我吐槽，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，面试机会更是稀罕的跟金子似的。以前那种毕业即巅峰的幻觉彻底破灭了，感觉自己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，看不到岸，前途一片迷茫。再来就是学生贷款，这个大山压得多少年轻人喘不过气。之前疫情的时候，贷款还款暂停了，大家伙儿还能喘口气。现在呢，那笔沉甸甸的账单又卷土重来了，每个月都得从本就不富裕的工资里抠出一大块去还债。你说这心里能不堵吗？那感觉就像是身上的枷锁又多了一副。还有更让人心惊肉跳的，就是信用卡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就像一面魔镜，照出了残酷的现实。过去1年多，信用卡拖欠率飙升，直接回到了疫情前的最高点。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咱们18到29岁的朋友们。这说明啥？说明好多人都快撑不住了，拆东墙补西墙，最后可能连墙都拆没了。那种捉襟见肘的窘迫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香农·格雷恩老师就说了，咱们这个群体比那些年纪大的朋友们处境真的更艰难，就像是背着1000斤重担在爬坡，每一步都那么吃力，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。那钱都省在哪儿了呢？数据也给我们画出了清晰的轮廓。服装啊，降了11%，配饰18%的跌幅。以前出门恨不得全身都是闪光点，现在呢，可能连个像样的耳环都要琢磨半天。高科技产品14%的下滑，连那些平时我们觉得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家电都降了18%。以前看到什么好看的衣服、酷炫的手机、精致的小玩意儿，恨不得立刻拿下。现在呢，估计都是在购物车里躺尸，默默的等待着被清空，或者干脆就狠心删除，因为知道买了也心疼。那种欲望被理智扼杀的感觉，简直是钝刀割肉。其实每个时代刚起步的年轻人都会遇到挑战，这很正常。但过去啊，年轻人手里多少有些闲钱，可以任性的去玩，去买新衣服。经济学家们都说，随着我们在职场上打拼，消费能力理应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就像春天的竹笋节节攀升。可现在呢，富国银行的格雷恩老师又泼了盆冷水。他说，咱们不仅花的少了，可能连存的也少了，这就像是挖空了未来的地基，长此以往，财富积累能力都会受到影响。听着就让人心头一颤，这不仅仅是眼前的紧巴，更是对未来的透支啊。美国银行也发现，从2023年5月到今年5月，咱们 Z 世代和千禧一代的支出下降了1%，1%听起来不多，是吧？但是美国银行研究所的大卫廷斯利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考虑到咱们这个人生阶段
支出本来应该是蹭蹭上涨的，而不是停滞甚至倒退。这就好像一辆本该加速的跑车，突然踩了刹车，甚至还往回溜了一小段，让人心里直发慌。跟大家解释一下 ，Z 世代呢，通常指的是1995年到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，就是现在20多岁到10多岁的青少年。而千禧一代呢，是1981年到1996年之间出生的，也就是现在30多到40多岁的朋友们。我有个朋友叫西塔维尔玛，今年25岁。他搬到旧金山的时候，信心满满的列了个清单，上面有200多家精品酒吧和餐厅，想着要一个个去打卡。结果呢，半年过去了，他去过的还不到10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杯鸡尾酒动辄20美元，那简直是抢钱啊！在旧金山这种地方，20美元一杯的鸡尾酒，基本上相当于你一顿饭的钱了。你说这怎么下得去口？而且就算他想偶尔放纵一下，也未必能找到朋友同行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兜里比脸还干净。那感觉就像是一群被困在金丝笼里的鸟儿，想飞也飞不出去。西塔之前还失业了一段时间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找工作。现在好不容易在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份市场营销的工作，薪水嘛，号称是6位数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？6位数薪水指的是年薪在10万美元到99万美元之间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多？但西塔跟我说，这钱根本不像他想象中那么金花。旧金山的房租、生活费就像2个无底洞，把他的薪水吞噬的所剩无几。他甚至还担心自己会再次失业，那种焦虑感就像一团乌云，始终笼罩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如此，有的已经加入了失业大军，那种看不到未来的感觉，就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把他们和梦想隔绝开来。于是大家就开始发挥聪明才智，寻找低成本的聚会方式。最近他们搞了个自制魅力手链派对，就是大家一起买点材料，自己动手做手链，既能聊天又能创作，成本还低。那份亲手制作的乐趣，比任何昂贵的礼物都来得真诚。还有就是披萨趴，每个人带点面粉、芝士、番茄酱，自己动手做披萨，那香气弥漫整个屋子，感觉比去高级餐厅还温馨。那种纯粹的快乐是金钱买不来的，就像一朵朵小小的野花，虽然不起眼，却散发着独特的芬芳。西塔的朋友西曼舒瓦格，他有个更绝的办法，他经常去那些高档家具店，不是去买东西是把那里当成免费的休闲场所。他们几个朋友就坐在那些昂贵的沙发上，玩猜价格的游戏，猜他们屁股底下这玩意儿值多少钱。猜对了，大家哈哈一笑；猜错了，就更坚定地觉得这些东西离自己太遥远了。那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，就像天边的星星，看得见却摸不着。有时候他们会聊起那些似乎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想，比如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房子，那份伤感就像一层薄雾，弥漫在空气里，让人感到一丝丝的凉意。但有一件事他们绝对不会做，那就是掏钱买东西。这种场景，你是不是也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点影子？这种智慧是不是也让你会心一笑？这对于那些主要服务年轻消费者的零售商来说，无疑是当头一棒，就像被命运的巨锤狠狠砸了一下。市场研究公司 Circana 的首席零售分析师马歇尔·科恩就说了，年轻人他们一旦喜欢上一个品牌，忠诚度那是杠杠的，就像忠诚的士兵，永不背叛。而且他们喜欢频繁的小额购物，这会带来很多冲动消费。他说，年轻人在店里待得越久，越容易把购物篮装满。现在呢，人都不进店了，或者进了店也不买了，这损失可不小。就像流水线上的机器突然停转，损失的不仅仅是订单，更是未来的希望。还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，费塞女士是做美容产品生意的，她就说，感觉年轻人的需求就是减少了，
虽然他目前不太担心，因为其他年龄段的客户销售额还在增长，但他也提了一点，人们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养成美容习惯，而且20多岁的年轻人很可能会带朋友一起来，这就像是未来的客户群现在就开始流失了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！就像一颗刚刚萌芽的种子，还没长大就被霜冻打了。对了，年轻人中唯一有所增加的服务，你猜是什么？竟然是修复自己动手搞砸了的眉毛。哈哈，这说明啥？说明好多人为了省钱，开始在家自己染眉、塑眉，结果弄巧成拙，还得花钱去修补。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消费降级啊！省了小钱，可能还搭了大钱，这种无奈真是道不尽说不完。最让我心疼的是28岁的纳迪亚·福特，他曾多么骄傲啊！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找到了一份6位数薪水的梦想工作，他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，要在30岁前在华盛顿特区买一套小公寓。他每个月都雷打不动地往储蓄账户里存钱，就是为了攒够未来的首付款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摸到了理想生活的门槛，那份喜悦就像阳光洒满了全身。但就在上个月，他作为总统管理研究员的职位，竟然在政府效率部的一轮裁员中被砍掉了。总统管理研究员这个头衔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？它其实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吸引顶尖研究生人才而设立的一个项目，为期2年，相当于政府里的管培生，非常有发展前景，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结果这么好的机会说没就没了，就像精心培育的花朵，突然就被无情的风暴连根拔起。现在华盛顿特区乃至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的就业前景都黯淡无光。他特别担心自己最后不得不搬回德克萨斯乡下，和父母住在一起，那种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感觉，真是锥心刺骨。他说，他曾感觉自己已经到达了理想之地，现在一切都完了。他语气中的绝望，就像一根针，轻轻地扎在我的心头，让人久久不能平静。听到这些故事，我真的觉得，咱们这一代年轻人承受了太多。经济的浪潮，就业的寒流，消费降级的漩涡，把我们卷入其中，就像大海里的浮萍，随波逐流，身不由己。但反过来想想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蜕变的机会吗？当外在的消费乐趣被削减，我们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审视内心，去发掘那些不依赖金钱的快乐？比如自己动手做一顿饭，跟朋友来一场心灵的深度对话，或者只是静静地享受一个下午的阳光，那种宁静与满足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。这虽然是降级，但也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升级，升级到一种更内观、更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。这就像是凤凰涅槃，在困境中获得新生。当然，我们也要保持批判性思维，不能被这些数据和案例完全击垮。消费降级不是说我们就不追求更好的生活了，而是说我们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，会更加理性、更加务实。我们会开始思考，哪些是真正的必需品，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冲动消费。就像一个精明的管家，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。我们会学会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，也会更加重视那些无形的财富，比如知识、技能、人脉。这些才是真正能伴随我们一生的宝藏，就像冬日里温暖的炉火，给人以持久的慰藉。所以面对挑战，咱们别灰心，这只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坎，迈过去就是更广阔的天地。我坚信，我们这群消费降级的年轻人，未来一定会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。一起加油，家人们！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。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